说到生命起源，大部分人脑子里跳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那个实验。1953年，芝加哥大学一个叫斯坦利·米勒的年轻研究生，跟他的导师哈罗德·尤里搭了一个密封的玻璃装置，里面装了水、甲烷、氨气、氢气，模拟他们以为的早期地球大气。然后干嘛呢？通电、火花、放电、模拟闪电。就这么打了1周，米勒把里面的液体拿去检测，你猜怎么着？真有氨基酸、甘氨酸、丙氨酸，好几种氨基酸全出来了。这个实验一出，整个科学界都兴奋了。道理好像很简单，原始海洋里泡着一堆有机物，天上打雷提供能量，氨基酸慢慢合成更复杂的分子，最后变成细胞。这套说法叫化学进化论，也叫原始汤假说。你高中生物课本上大概率写的就是这个。但问题来了，而且是大问题。1953年，米勒实验假设的大气成分是甲烷加氨气加氢气，这叫还原性大气。可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球化学家们研究早期地球的地质证据，越研究越觉得不对劲。早期地球大气很可能不是还原性的，而是以二氧化碳和氮气为主，可能还有少量氢气。你用二氧化碳和氮气去重复米勒实验，氨基酸产量断崖式下跌，几乎为0。说白了，米勒实验最大的问题不是实验本身做得不好，而是它假设的初始条件很可能是错的。这就好比你用一份错误的菜谱做菜，菜做出来了，味道也不错，但那根本不是真正的那道菜。更要命的是，后来有研究者指出，就算早期地球局部确实存在还原性大气，那个窗口期也非常短，地球形成后大约1亿年就被海洋覆盖了，而海洋会持续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同时火山活动又在不断补充二氧化碳，这意味着大气的化学组成是在动态变化的，不是一个固定的配方。米勒实验用的是密封玻璃瓶，大气成分永远不变，但真实地球的大气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变化的系统，这个差距比大气成分本身还要致命。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就算你合成了氨基酸，那又怎样？从氨基酸到自复制系统之间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氨基酸在溶液里是随机排列的，要碰巧组成一个有功能的蛋白质，这个概率比猴子坐在打字机前打出莎士比亚全集还低。你说给够时间总行了吧？问题就是时间也不够。地球46亿年，生命大约在38到42亿年前就出现了，留给化学进化的时间窗口也就几亿年，听着挺长，但跟随机排列组合需要的天文数字时间比，差得远。原始汤理论能解释零件制造，但解释不了装配线是怎么出现的。给你一堆螺丝、齿轮、电路板，你能造出手机吗？不能。你需要图纸，需要流水线，需要装配指令。原始汤给了你零件，没给你图纸。不过话说回来，米勒实验的历史价值不容否定，它是第一次用实验证明生命的基本构建可以在非生物条件下自然产生。这个思路本身开创了整个前生命化学领域。2018年，研究人员还重新分析了米勒当年实验的密封样品，发现他其实尝试了多种大气配方，其中一些更接近现代认知的配方也产生了有机物。米勒比我们以为的更谨慎，
但教科书只记住了那个最戏剧性的版本。说真的，科学史经常这样，真正做事的人比传说里复杂得多，但传到教科书里就变成了一个简化版的故事。我认为原始汤理论作为生命起源第一课的历史地位值得尊重，但如果把它当成标准答案来教，就是在误导。问题的核心不是闪电能不能造氨基酸，能，而是光有氨基酸够不够，远远不够。从单体到自复制系统这一步，原始汤理论从来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它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只是一个开始。既然在浅海里泡着，等闪电这条路走不通，那生命会不会是在更极端的地方诞生的？比如海底几千米深处，黑暗、高温、毒气弥漫的地方。1977年，人类第一次看到了那个画面。阿尔文号深海潜水器下潜到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的洋中脊，在200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一片完全超出想象的世界。海底裂谷之间，一根根像烟囱一样的石柱往外喷着黑色的流体，温度高达350到400摄氏度，富含硫化氢、铁、锰等矿物质。按理说这种地方应该寸草不生，可你猜怎么着？烟囱周围繁盛着管虫、蛤蜊，还有各种微生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完全不靠阳光。这个发现本身就炸了，因为它直接打破了生命必须依赖光合作用的认知。连深海都不靠阳光了，那生命起源于深海又有什么不可以？1988年，德国化学家金特·维希特斯豪泽提出了铁流世界假说。他说生命可能就起源于深海热液喷口附近，以铁硫矿物为催化剂，以硫化氢为能量源，通过化学反应逐步合成有机分子。你仔细想想，这些喷口简直是给生命量身定做的孵化器。能量梯度有矿物催化剂，有持续的物质供应，有温度梯度也有400度的热流跟2度的冷海水交汇，这个温差本身就是一台天然发动机。但深海热液喷口有一个更妙的优势，这个优势跟你自己身体里的细胞有关。你现在身体里每一个细胞制造能量的 ATP 靠的都是跨膜质子梯度，简单说就是细胞膜两边氢离子的浓度不一样，这个浓度差就是能量。深海热液喷口恰好天然就有这种梯度，喷口喷出的流体是碱性的，酸碱度在9到11之间，而早期地球的海水是酸性的，酸碱度在5到6之间。碱性流体碰到酸性海水，天然就形成了一个质子梯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命最基本的能量机制可能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直接利用了环境已有的梯度。你身体里每个细胞都在用的那套能量系统，可能是38亿年前深海烟囱旁边白捡的。2016年，一个更硬的证据出现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威廉·马丁团队在《自然微生物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找出现存所有生物的基因组里共有的基因，往回追溯，拼凑出一个叫路卡的生物的全貌。路卡就是最后共同祖先，所有现存生命的老祖母。结果发现，路卡的代谢特征跟深海热液喷口环境高度吻合，它依赖氢气和二氧化碳，
使用铁硫蛋白，不依赖氧气，这相当于在分子层面追溯到了生命之树最底部的根，而那个根就长在深海热液喷口旁边。2024年，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团队进一步研究，把卢卡生活的年代推到了大约42亿年前。那时候地球刚形成没多久，地壳都还没凉透。但这个假说也有软肋，深海热液喷口的高温环境确实能加速化学反应，但也容易把已经形成的复杂分子给拆了。你好不容易搭了个大分子，一个400度的热浪过来就散架了。这就好比你用积木搭了一座城堡，有人不停在旁边晃桌子，搭得越高，塌得越快。而且喷口的寿命有限，一个喷口可能几十年到几百年就熄灭了，几十年时间完成从简单分子到自复制系统的跨越，这跟赶工期差不多。不过也有人为这个假说打补丁，说不是所有喷口都那么热。2000年发现的所谓失落之城热液田，位于大西洋中极，喷口温度只有40到90摄氏度，而且可以持续活动数万年。这种低温碱性热泉恰好避开了高温破坏的问题，同时仍然提供质子梯度和矿物催化剂。如果生命起源于这种低温喷口，时间窗口和分子稳定性问题都能大大缓解。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低温环境下化学反应速率也慢了。你保住了分子的命，但也可能让反应慢到在有效时间内完不成。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化学世界里也一样。我觉得深海热液喷口假说目前是所有生命起源假说里证据链最完整的，从环境条件到能量来源，到催化剂供应，到分子化石证据，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实验或观测支撑。但最可能不等于已证明，时间窗口和高温破坏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没人能给出完美的解释。深海热液喷口给了一个水下的答案，但有一群科学家说，不对，生命不是从水里长出来的，而是从泥里长出来的。更准确地说，从粘土的晶体结构里。1966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无机化学家亚历山大·凯恩斯·史密斯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假说。他说，生命的第一个遗传物质不是脱氧核糖核酸，也不是核糖核酸，而是粘土矿物晶体。具体来说，是蒙脱石和高岭石这类层状硅酸盐矿物。你可能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泥土怎么能当遗传物质？听我说完他的逻辑。粘土晶体在生长过程中会吸收周围环境中的离子，这些离子的排列方式会影响晶体后续的生长模式。换句话说，晶体结构能记录信息，还能把信息传递给新生长的部分。你仔细想，这不就是遗传物质干的事吗？脱氧核糖核酸通过碱基序列存储和复制信息，粘土晶体通过离子排列模式存储和复制信息，逻辑上确实类似。凯恩斯·史密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他说，有机分子、氨基酸、核苷酸这些最初是被粘土晶体招募来辅助晶体生长的工具，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有机分子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能干，最终篡位了。它们接管了遗传信息的存储功能，取代了原来的粘土晶体。他把这个过程叫做遗传接管。就好比一家公司最早用石头记账，在石头上刻痕代表交易，
后来发明了纸笔，再后来用上了电脑。每一次升级都保留了前一阶段的信息，但载体完全换了。石头账本早就被扔了，但公司还在运转。我们现在看到的脱氧核糖核酸就是那台电脑，而粘土晶体是早已被遗忘的石头账本。实验方面也有一些支持，蒙脱石粘土确实能催化核糖核酸链的形成。这是2004年捷克绍斯塔克实验室的工作。这位绍斯塔克后来拿了诺贝尔奖。蒙脱石还能促进脂肪酸囊泡的自组装，也就是说，粘土可能同时帮助了基因和细胞膜的前体形成，一边帮着抄基因，一边帮着建房子，算是很讲义气了。更有意思的是，2009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尤利乌斯·雷丁斯团队发现，粘土矿物不只是被动的当催化剂，它还能选择性的吸附某些有机分子。这意味着粘土表面可能起到了一种分子筛的作用，把混乱的有机汤里那些有用的分子浓缩到自己的表面上，同时把没用的排开。这就像一个自动分拣快递的机器人，你要的零件它全帮你挑出来摆好了，省得你在堆成山的零件里自己翻。这个发现让粘土假说没那么像纯思想实验了，但离真正的决定性证据还差得远。但粘土假说最大的硬伤是信息容量太低，粘土晶体的离子排列模式最多只有几十种变化，而核糖核酸的碱基序列理论上有4的 n 次方种组合。从几十种变化到天文数字的信息容量，中间的跨越缺乏令人信服的过渡机制。凯恩斯·史密斯本人后来也承认，这个假说更像思想实验，而非实验科学。我认为粘土假说在逻辑上极其优美，它巧妙地解决了先有脱氧核糖核酸还是先有蛋白质的鸡生蛋问题，提出了一种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平滑过渡路径。但优美不等于正确，这个假说至今缺乏决定性的实验验证，更像是生命起源研究中一个迷人的假设。它的价值在于打开了一个思路：遗传信息不一定非要从有机分子开始。如果生命不是在地球的泥土里诞生的呢？如果生命的种子根本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比喻，是字面意义上的从太空掉下来的。宇宙胚种说，核心主张就一句话：生命的种子在宇宙中广泛存在，通过陨石、彗星等天体被运输到地球，等地球环境合适了，就发芽演化。这个假说最早由瑞典化学家阿伦尼乌斯在1903年系统提出，就是那个搞出阿伦尼乌斯方程的物理化学大佬。但他那时候只有理论，没有证据。现在不一样了。证据一：1969年落在澳大利亚麦奇逊镇的碳质球粒陨石，科学家拿去一分析，含有超过70种氨基酸，包括地球生命使用的全部20种标准氨基酸。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氨基酸有轻微的左旋偏好，地球生命几乎只使用左旋氨基酸，这是个很奇怪的特征。右旋氨基酸在物理性质上跟左旋一模一样，但生命偏偏只用左旋。而陨石中的氨基酸在没有生命参与的情况下也出现了这种偏好，暗示手性偏好可能有非生物起源。你身体里每一个蛋白质都是左旋的，这个偏见的源头可能不在地球。证据二：彗星。
欧洲航天局的罗塞塔号探测器在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彗星上检测到了甘氨酸和磷元素。星辰号任务从维尔特2号彗星的彗尾样品中也发现了甘氨酸，这意味着氨基酸在太阳系里不是地球的特产，到处都有。但宇宙胚种说有一个根本性的回避，他把生命怎么起源这个问题从地球推到了太空，但并没有回答生命最初是怎么出现的。就算氨基酸是陨石带来的，从氨基酸到活细胞的跨越仍然是个谜。你可以把问题搬个家，但搬家不等于解决。就好比你在荒岛上想烤蛋糕，岛上没有面粉和鸡蛋，这时你发现海浪冲上来一艘破船的残骸，里面有完整的面粉和鸡蛋。你当然可以用这些材料烤蛋糕，但问题来了，这些材料是谁做的？从哪里来的？宇宙胚种说就是那个告诉你材料是海浪送来的理论，它解决了物流问题，但没解决制造问题。而且星际空间中的辐射、极端温度对复杂有机分子的破坏作用也不容忽视。长途旅行能不能保住这些脆弱的分子是个大问题。不过话说回来，2023年的一项研究给宇宙胚种说提供了一个新角度。有科学家发现，某些氨基酸在被嵌入盐晶体后，能抵抗强烈的紫外线和宇宙辐射。如果这些有机分子是被包裹在矿物晶体里穿越星际空间的，那辐射破坏的问题就不成立了。天外来客不一定非得是裸奔的氨基酸，它们可以穿着防弹衣来。我认为宇宙胚种说在有机分子的太空来源这一点上证据确凿，但在生命本身来自太空这一点上更多是推测。它的价值不在于解答生命起源问题，而在于扩展了问题的边界。生命的前体物质可能是宇宙的标配，地球只是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孵化器。无论是地球自制还是太空进口，所有假说都卡在同一个死结上。脱氧核糖核酸需要蛋白质才能复制，蛋白质需要脱氧核糖核酸才能合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2009年，一个实验把这个死结打开了。这个死结的具体表述是这样的：脱氧核糖核酸存储遗传信息，但它不能自己复制自己，它需要蛋白质酶来催化复制，而蛋白质的合成又依赖脱氧核糖核酸编码的指令。没有脱氧核糖核酸就没有蛋白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脱氧核糖核酸，两头互相依赖，谁先出现都说不过去。这就是生命起源研究中最著名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悖论。核糖核酸世界假说的核心突破是，核糖核酸这个东西它两头都能干，它既能像脱氧核糖核酸一样存储遗传信息，因为它也有碱基序列，又能像蛋白质一样催化化学反应。这种有催化活性的核糖核酸叫核酶。这意味着在生命起源早期，一种单一的核糖核酸分子可以同时承担图纸和工人两个角色，不需要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的配合，就能自我复制和进化。1982年，托马斯·切赫和西德尼·奥特曼分别独立发现了核酶，也就是具有催化活性的核糖核酸分子。这项发现直接颠覆了所有酶都是蛋白质这条铁律。切赫研究的是4膜虫的核糖核酸剪接，
发现核糖核酸可以自己切自己，自己接自己，不需要任何蛋白质参与。两人因此获得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然后是2009年的里程碑，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杰拉德·乔伊斯团队构建了一个能自我复制的核糖核酸酶系统，准确说是两个核糖核酸分子互相催化对方的合成，实现了交叉复制。这个系统在实验室条件下持续复制了数十代，并且出现了变异和自然选择。也就是说，达尔文进化在纯核糖核酸分子层面发生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进化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生物才有的现象，在试管里的几个核糖核酸分子上就实现了。没有细胞，没有膜，没有蛋白质，就是几个核糖核酸分子互相抄着就开始变异竞争了。这不是科幻，这是发在科学杂志上的正经实验。但核糖核酸世界也有自己的难题。第一，核糖核酸在自然条件下不太稳定，容易水解，尤其怕高温和碱性环境。你以为核糖核酸是生命起源的万能钥匙，但它的使用寿命可能比你想的短得多。第二，从简单有机分子到第一个有功能的核糖核酸分子之间，缺乏令人信服的前生命合成路径。核糖核酸的糖磷酸骨架和碱基的组装，在实验室里都极其困难，在自然条件下怎么自发形成更是个开放问题。你想想，核糖核酸由3部分组成：碱基、糖、磷酸。碱基的合成有一条相对靠谱的路径，糖的合成也有，但把它们3个连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核苷酸，这一步在实验室里都费老大劲了，在原始地球的泥浆里自动完成。说实话，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第三，乔伊斯的实验用了高度纯化的核糖核酸前体和精密控制的条件，跟原始地球的脏乱差环境差了108000里。你在无菌实验室里能做的事，大自然在泥浆里不一定能做。不过2024年有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剑桥大学的约翰·萨瑟兰团队发现，在紫外光照射下，氰化氢和硫化氢的反应可以同时生成核糖核酸的2种碱基前体。更关键的是，这个反应在含水环境中就能进行，而且紫外线同时起到了杀菌的作用，能把那些不需要的副产物分解掉。这就意味着早期地球表面的紫外辐射不是单纯的破坏因素，而是一个选择性的筛子，帮着把有用的分子留下，把废物筛掉。这个发现为核糖核酸世界的前生命合成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入口，虽然离完全解决还远得很。我认为核糖核酸世界假说是目前最具逻辑说服力的生命起源理论之一，它干净利落地解决了鸡生蛋问题，而且有核酶的实验证据支撑。但逻辑上说得通，和实际发生过之间有很大距离。核糖核酸的不稳定性和前生命合成难题，意味着核糖核酸世界更可能是生命演化中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真正的起点。在核糖核酸之前，可能还有更简单的分子系统，就好比一家刚创业的公司，没钱请2个人，老板1个人既当设计师画图纸，又当工人搬砖干活，效率不高，但能运转。等公司赚到第1桶金，就雇了专门的画图工程师和专门的工人，老板自己退休当顾问。
核糖核酸就是那个一人公司，一个人干了后来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质2个人的活。核糖核酸世界给了我们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分子的候选者，但还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没回答：那些组成核糖核酸的零件碱基、糖、磷酸是怎么在原始地球上凑齐的？如果它们不是在海洋里泡出来的，不是在深海烟囱里烧出来的，那会不会是在天上被雷劈出来的？米勒实验被质疑了50年，但电火花驱动前，生命化学这个思路本身并没有死。2020年，哈佛大学团队在《自然通讯》发表研究，他们模拟火山闪电的放电过程，在更接近早期地球真实大气的成分下，也就是二氧化碳加氮气加少量水蒸气，成功合成了含氮有机物和核糖核酸碱基的前体分子。关键在于，火山喷发产生的局部气体环境跟全球大气不同，火山口喷出的气体富含还原性物质，在局部形成了一个跟米勒实验类似但更真实的环境。换句话说，米勒实验不是全错，只是他搞错了尺度。全球大气确实不是还原性的，但火山口附近可以是。2025年3月，斯坦福大学的理查德·扎尔团队在科学进展上发表了一个更出格的发现。他们发现，不需要劈天裂地的大闪电，水滴之间碰撞产生的微闪电就够了。当带相反电荷的水滴靠近到纳米级距离时，它们之间会出现微小的放电。这种微闪电能量大约12电子伏特，刚好够打断分子键，让气体分子重新组合。他们用这种方法合成了甘氨酸和尿嘧啶。甘氨酸是最简单的氨基酸，尿嘧啶是核糖核酸的碱基之一。也就是说，海浪拍打礁石飞溅的水雾，瀑布旁边弥漫的水珠，这些地方都可能产生微闪电，都在悄悄合成有机分子。你以为那只是水花，其实那是化工厂。电火花假说复兴的深层原因，在于科学家逐渐意识到一个关键点：早期地球不是一个均一的环境，而是由无数个局部微环境拼起来的。全球大气的平均成分是一回事，但火山口附近、撞击坑里、热泉边上，这些地方的局部化学环境可能完全不同。原始汤理论死在了全球均匀环境这个错误假设上，但电火花假说的新版本聚焦于这些局部异常区，反而更合理了。还有冲击波合成。2020年，捷克科学院团队发现，陨石撞击产生的冲击波也能驱动有机物合成。早期地球遭受陨石轰炸的频率远高于现在，每次大型撞击都会在局部产生极端的高温、高压和电离效应。这相当于大自然在替你做米勒实验，只不过能量来源不是放电，而是天上掉石头。你想想这个画面，一颗陨石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砸进浅海，撞击点的温度瞬间飙到几千度，周围的海水被气化，大气被电离，冲击波向四周扩散。在撞击坑附近几百米的范围内，温度、压力、电离程度全都是前生命化学的理想条件。而且这种事在早期地球上3天2头就发生一次。月球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就是同期的证据。地球挨的撞击只会更多，只是大部分坑被后来的地质活动抹掉了。我认为
电火花假说的 2.0 版本比 1.0 版本聪明得多，它不再宣称闪电创造了生命，而是说闪电可能在生命起源的某个环节，特别是有机小分子的初始合成这个环节扮演了角色。这种谦逊反而让它更有说服力。早期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场，能量来源五花八门，闪电、火山、辐射、冲击波，没必要只选一个。目前最有前景的方向是把电火花假说跟其他假说结合，闪电或者冲击波在局部合成有机小分子，这些分子随后被冲入深海热液喷口系统进行更复杂的组装，或者在陆地的干湿循环中浓缩聚合。生命可能不是在单一环境中完成的，而是经历了多站点接力。第一站用冲压机把钢板压成车身零件，第二站用焊接机器人把零件拼在一起，第三站做总装和调试。你不能指望在一台机器上从钢板直接造出整车，生命起源可能也是多道工序的流水线，每一道工序发生在不同的车间。说完了这么多假说，你可能会问，科学家吵了70年，到底哪个是对的？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让人困惑，也可能更让人兴奋。先说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事实，生命起源这件事可能永远无法被100%确认，原因不是技术不够，而是本质问题。生命起源是一个历史事件，它只发生过一次或者少数几次，没有重复实验的可能性。我们能做的只是提出假说，验证可行性，但永远无法像物理实验那样证明这就是当年发生过的事。这不是科学家偷懒，这是历史科学的固有局限。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一个混合模型。生命起源不是在单一环境中一步到位的，而是多个环境、多种机制接力完成的。可能的路径长这样：太空有机分子通过陨石输入，闪电和火山在局部合成补充小分子库存，然后这些分子进入深海热液喷口或者陆地热泉，在矿物催化下组装成大分子，接着核糖核酸世界启动自复制系统，最后达尔文进化接管。每一环都有独立的假说支撑，但真正的起源可能是它们的最优组合。2024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发现，给这个混合模型提供了一个很关键的拼图。南景博副研究员带领的国际团队在实验室里模拟早期地球陆地热泉的环境，80到120摄氏度的高温，强紫外光照射，富含二氧化碳和氢气。他们发现，铁硫化物在这种环境下能催化二氧化碳还原成甲醇。甲醇这东西看着不起眼，但它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最古老代谢途径所需的甲基，为生命起源奠定基础。最有意思的是，掺了锰的铁硫化物在紫外光照射下催化效果更好，而且水蒸气的引入还能进一步提升反应活性。这说明什么？说明陆地热泉可能是这个接力赛里的关键一战。它不像深海喷口那样黑暗封闭，也不像原始汤那样敞开无序，而是恰到好处的半开放。有阳光提供能量，有矿物提供催化剂，有干湿循环帮着浓缩分子，简直就是天然的化学车间。中国科学家在这个方向上的工作，说实话，是目前
最接近把各路假说缝合在一起的研究。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我们寻找的生命起源到底是什么？是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分子？是第一个能代谢的系统？是第一个有细胞膜的个体？定义不同，答案就不同。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里说，生命以负伤为实，但至今没有一个让所有人信服的生命定义。连定义都模糊，起源问题怎么可能精确？还有一个新方向值得一提，懒病毒就是那种能导致疯牛病的诡异蛋白，它能通过诱导正常蛋白变构来复制自己，不需要任何核酸参与。这暗示在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之前，可能还存在过更简单的蛋白质优先的信息复制系统。你想想，一个蛋白质分子碰到另一个形状相似但折叠方式不同的蛋白质，把它掰成自己的样子，这不就是复制吗？虽然这种复制的精度远不如核酸的碱基配对，但作为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机制，它够用了。2020年，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杰拉德·乔伊斯团队，就是做核糖核酸自我复制实验的那个实验室，又发了一篇论文，展示了一种多肽能催化自身片段的连接反应。虽然离真正的自我复制还远，但它证明了一个概念：蛋白质也有自我催化的潜力。如果未来在这个方向上有更大的突破，生命起源的图景可能真的要从一条线变成一张网了。我认为生命起源研究正在从哪个假说是对的，转向各个假说如何组合。这不是和稀泥，而是认知升级。真实的生命起源可能比任何单一假说都更复杂、更混乱、更偶然。每个假说都捕捉了真相的一个侧面，就像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都是真的，但没有一个人看到了全貌。接受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是科学成熟的表现。想象7个人分别描述一头大象，一个摸到鼻子说是蛇，一个摸到腿说是柱子，一个摸到耳朵说是扇子，他们都是对的，也都不是全对。生命起源的7种假说就是这7个盲人。真正的大象可能是他们的描述拼起来之后的样子，但也可能大象比他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奇怪。生命起源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在科学中，不知道不是一个丢人的结论，而是一个诚实的起点。38亿年前，那个从死物到活物的瞬间，也许永远藏在时间的迷雾里，但正是这种未知，驱动着一代又一代科学家走进实验室，潜入深海，仰望星空，继续追问那个最古老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也许答案永远在路上，但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人类最了不起的品质。我们不接受不知道，我们偏要去找。晚安。